色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水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张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他就是响尾蛇。阿公去世后，下一任的龙头老大人选应该是他。不过啊，他想当龙头老大，可没那么顺利了。这个人就是红毛猪，响尾蛇的竞争对手。阿公手下就这两班势力最强，迟早啊，他们会鬼打鬼。你的脸为什么那么臭啊？你忘了阿公生前告诉我们什么吗？他说，他老人家能够活到70多岁已经很够了，他要我们笑着送他最后一程。你笑一个了。潮州佬呢？为什么还没来？进球啦！喂，我是。好，知道了。那么有没有发生？大白天哪来的球赛？你想骗谁呀？昨天我叫潮州佬买巴塞罗那，他死都不听。他说潮西好，潮西的实力雄厚，养精蓄锐，一定能够赢得了这场球赛。不过有时候呢，有实力是没有用的，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时势。他死都不听，还是要买潮西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输了这场球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阿公死了，我们不要鬼打鬼，不然得意的是别人。有钱大家一起赚，一个人赚不完的。我跟你讲的是赌球，你讲什么鬼打鬼啊？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傻。最近你做过什么？你自己最清楚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要有的赖就赖啊！是啊，3天前你们的阿鬼到我们地盘打人，怎么说？是你的人现在惹我闹，
啊，明眼的人就知道你是要抢我们的地盘嘛！啊！胡毛猪，管好你的狗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？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大哥，不要跟他们多说，我们跟他拼了！这里是阿公的灵堂，谁敢乱来，我就砍谁。大家不要那么激动，我们今天是来拜阿公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那等葬礼过后，我们再喝喝茶，慢慢聊。喂，怎么了？潮州佬被人杀了。死者是中年人，43岁，外号潮州佬，原名符志刚。其他3名受伤者已经送进医院进行急救，他们都是黑帮分子。这已经是第2个黑帮人物被杀了。明叔，根据证人形容，凶手身高大约1.75米，杀手身材，身穿黑色衣服，完全看不到样貌，怎么查出身份啊？很多案件都从微小线索再破案的。怎么他流出来的血是黑色的？没有啊，你真的不懂啊？还说自己是警校毕业的优秀生啊？阿 Sir， 优秀生不一定什么都要懂的。喂，听清楚了，他是被刀刺中肾脏部位的，而且刺中了大动脉，所以从肾脏流出来的血是暗红色的。谁呀？跟他学一学。对了，欧阳，还有什么发现吗？凶手是用刀的高手，他是被凶手一刀致命的，根本没有多余动作，不管是力度还是速度呢，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肯定他是职业杀手。大家有没有发觉，这凶手的干案手法和上宗命案很类似？看来我们遇上连环凶杀案了。这4个人是龙头老大阿公的手下，4大猛将，号称4大天王。不过这2个死了。第一个死者蔡金，外号金牙，35岁，3天前被一刀刺中身脑而死。第二死者潮州佬，原名傅志刚，今天也是被一刀刺中身脑而死。那这2个死者呢，在阿公去世后短短1个礼拜连续被杀，我怀疑应该是黑帮内讧所引起的。目前只剩下红毛猪和响尾蛇，他们2个的嫌疑最大。会不会是他们其中一个聘请了杀手来铲除异己，想争夺龙头老大的位置？有可能。欧阳，我想知道法医的鉴定报告。根据法医的报告，潮州佬被刀刺中的伤口呢，有6公分左右的深度，和金牙的伤口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致命伤是肾脏部位。更巧的地方是2宗命案所用的凶器都是同一类型的刀，所以我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。迪伦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同意欧阳的推测。这2宗命案有2个特点：第一，凶手在对付目标旁边的人，都是用拳脚来制服的，就对目标才用刀；第二，凶手在干案时，他是等到目标旁边人最少的时候才下手的，可见他有多熟悉。干案前对目标是调查得非常非常清楚。会不会是背后主谋把死者的行踪告诉了凶手？很可能。
从凶手的犯案行为来看，他应该是个很谨慎的人。可是他干案的手法太有个人风格了，而且他故意让我们感觉这2宗命案都是他一个人在做。至于他的目的在哪里，根本没有人知道。可能职业杀手杀人的时候都是要有 style 才显得比较酷。哎呀，你看太多电影了。好了，目前我们对凶手身份的调查有什么进展 Sir， 我们已经根据迪伦的素描在案发现场查过，根本没有人看过疑似画里的人物。现场的4名目击者一致说出，凶手的行动太快了，他们无法认出他的样子。是啊，凶手行动太快了，太小心了，我们需要多点时间挖出他底细。凶手是快刀手。快刀手本名叫黄志强，32岁，男性，身高1.75米。3年前连续抢了几间金铺，还杀了2个无辜的市民，是个极度危险的通缉犯。没错，这个人名字我听过，不过3年前他跑到外国去了。Sir， 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开会了。不要客气。各位，这位是安小倩，她是新上任的组长，以后将由她来带领你们这一组，希望大家跟她好好合作。谢谢。这次的仇杀案一定会引起黑帮互相残杀的局面。我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启示，把黑帮一网打尽。一网打尽，因为抓鱼啊这么容易啊！快刀手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，如果在追查的当中遇上这个人，一定要加倍小心。我看呢，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出那个人再说嘛。好，大家明白吗 Yes, madam. Yes, madam. 这里是你的办公室。恭喜你升级了，谢谢你。接下来这里的一切要拜托你了。我会努力的。你的手下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，要跟他们密切合作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迪伦自小是个孤儿，办案时头脑冷静，心思缜密，分析力强。特点是有绘画的天分，常常借此认出疑犯。觉得安小倩那个人怎么样？哦，很敏锐，挺严厉的，总是不容易应付了。好啊，刚才还是说的好话，你喜欢人家。欧阳丽跟迪伦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，身手敏捷，自信心强，曾经得过全国设计冠军。缺点呢是性格冲动，常有鲁莽的行为。要当我的上司，拿出真本事，要不然至少不要踢出去啊！谁踢走谁都还不一定呢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对我没有信心啊？他第一天上任就能说出凶手是谁，看来他是做足功夫才来的。你以为他那么好应付啊？哎，梅啊，孙梅呀，是当年出名神探孙叶青的女儿，对工作有热忱，办事效率高，常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。他是怕你欺负他，说先给你个下马威。谁敢欺负他？你看他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哇！我看改次一定要把冷气关小一点，才不会被冻死。哎，怕他？哦，我可是重案组才貌双全的警花，谁怕谁？大门蒙天宝，沉默寡言，观察能力不错，只可惜信心不足。假以时日，可能跟迪伦不相上下。喂，你说 Madam 为什么那么清楚快刀手的背景啊？为什么他很肯定凶手就是快刀手呢？难道他们曾经接触过？不用猜了，问我就知道。曹仲明，23年的警探生涯，经验丰富，办案时最有耐心，熟知以往发生过的许多案件，是个行动资料库，
3年前，快刀手的案子就是 Madam 负责的。当时 Madam 部署了很久，原本有机会逮捕到快刀手，怎么知道突然间出了意外 ？Madam 为了照顾伤者呢，就让他逃跑了。难怪他对快刀手这么了解。看来这个 Madam 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没什么了不起嘛，凶手还不在逃。真是我啊，现在抓。欧阳立曾经帮警队破过不少的案件，但却常常为了要破案而做出忽视纪律的行为。你以后还是要看紧他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藐视纪律的行为发生的。潮州老二金鸭的地盘全都被你抢了，吃得一干二净。你当我死了？有话慢慢说，来，先喝茶。最近我喜欢上喝这个潮州茶，这可是进口的上等好货。现在就跟我说清楚，是不是要跟我响尾蛇作对？当然不是啦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国里一反，不是给人家笑吗？金牙和潮州佬一个一个死掉，你是最开心的。翔哥啊，我看我们还是要小心点，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想杀我，没这么容易。你的意思是金牙还有潮州佬是我干的了？没错。难道就不可以是你们干的吗？谁不知道我响尾蛇最讲义气？这种杀害兄弟的事，绝对不会是我干的。你再说一次是我干的，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呀。你最好不要让我抓到你杀他们的证据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没人接到线报，快刀手藏在这里。救护车！接出来！
道警察的职责是什么吗？逮捕罪犯。警察的职责是保护市民生命财产。可是你追捕罪犯的时候，差点导致电单车骑士死亡。当时情况很紧急，你很清楚的，我没有其他选择。你根本是行为鲁莽，没有考虑后果。哇 ，Madam 欧阳首次交锋，不知道鹿死谁手啊！嘿，你这是坐山观虎斗吗？来点人情味嘛啊！明叔，你别紧张，这种情况又不是第一次，而且他们都还没吵起来呢。好了，如果顾虑那么多的话，干脆不要抓人。你奋不顾身追捕罪犯，这一点很难得。Thank you, madam。可是你知道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什么还没有死吗？你在咒我？因为你幸运。如果真的靠运气的话，我早就死了。是因为你没有见识过我的身手。总之，我要的是一个有用的警察。你死了，再勇猛也没用。你放心，madam，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还有，你以后最好等我的指令才行动。如果你不愿意遵守这一点，重案组的大门随时开着，你可以选择离开。madam，我在重案组已经5年了，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的。欧阳丽，我再说一次，以后一定要遵守我的指令，明白了吗 ？Yes, madam。根据线人的资料啊，快刀手，他2个礼拜前就住进去了，那平时很神秘，没跟任何人接触。Madam， 我们在快刀手的躲藏处找到2张地图，地图的这2个地区已经对过照了，是金牙潮州佬2个被杀的地方。这我们之前的推测很吻合。快刀手是一个非常小心的杀手，下手前一定会对目标的行踪调查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假设快刀手是黑帮人物聘请来铲除出的老大杀手，所以很有可能幕后黑手呢会将目标的行踪透露给快刀手。照这个推测，下一个目标不是响尾蛇，就是红毛猪。目前我们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暗中保护他。快刀手会随时下手，我们必须和他斗快，要不然一定会有人伤亡。秘书到忙没啊？你们跟踪响尾蛇，欧阳迪伦监视红毛猪。开的，这快刀手知道警方要通缉他，可能会逃走，要不要叫关口码头进行埋伏？不用了，问清楚快刀手这个人，他没有完成任务，他不会离开。哎，还以为他有什么高招啊，竟然要我们来当黑帮分子的保镖，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？警察的责任就是保护市民。这么说，做坏事就好市民啊？他有没有想过的啊？快刀手是专业杀手啊，如果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保护目标的话，你说他会下手吗？他没有用脑想过的吗？那你有什么高见？麻烦你快点说出来。暂时没有。那你埋怨什么？再没有更好的办法，这是最好的办法啦。总之呢，我就是觉得他没有用。既然你那么讨厌他，干脆调捉啊！开玩笑，该走人是他，不是我。执行任务啊！干什么？来，开车。小丁在哪里呀？小丁，爸爸听到你的声音。鸡翅对吃。咦，赖皮的。小丁，看你玩到满头大汗，休息一下子吧。不要，我还要玩。好，爹地再陪你玩多一次 ，OK？ 耶！我在快刀手的货物里收到几张蛋糕的垫纸，当时我闻到纸上还有人参的味道。人参味的蛋糕，
好像只有在红帽桥石像买到。没错，快刀手习惯在下手之前对目标调查清楚。他的蛋糕店很可能是他找现场环境。这么说，可能下一个目标在那边。到蛋糕店找线索。这次一定要抓到他。Madam， 我们已经发现快刀手可能行凶的下一个地点。小丁笑得这么开心啊！哇，跑这么快，小心啊！爸爸，我要去池塘喂鱼。好，你不单只可以喂鱼，喂老虎、喂狮子都可以啊！啊，我的娃娃掉了！别打了！救命啊！放过他！救命！欧阳，停车！求求你放手！别过来！喂，不要来啊！把他放下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！求求你放开我！求求你 ，please！ 求求你！站住！放开他！别过来！求求你！过来我就杀了他！把他放下！把他放下！快点！你们把枪给我放下！不然我杀了他！放下枪啊！不要乱来啊！有话慢慢讲。放开他！不要乱来！我最后讲一次，把枪放下！放下枪啊！听到没有？把枪放下！把枪给我放下！妈的，放下枪啊！妈咪，小弟不要过来！新梅，妈咪，新梅，别动！新梅，妈咪，新梅，妈咪，新梅，撑着，叫救护车！新梅，新梅，你不要吓我！新梅，叫救护车！听到没有？新梅，新梅，新梅，你不要吓我！新梅，叫救护车！听到没有？新梅。当时快刀手挟持人质，你为什么不放下枪？因为我有信心射中快刀手。结果呢？人质白白牺牲了。如果不是人质女儿突然跑出来的话，我肯定救到她的。你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吗？我没有问题。你太自信，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，根本是看不清楚自己问题在哪里。我觉得我判断没有错误。如果你一早放下枪，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了。Madam， 那一枪是有必要开的。Madam， 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欧阳的。如果欧阳没有开枪的话，也许快刀手已经杀了那名小女孩了。现在至少欧阳救了她。你不用替他说好话。总之，这件事你一定要负责。你要是被追究责任的话，
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。我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。那你还烦什么？我是在想，我始终没有救到那个人呢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再想他也没有用啊。我相信你的判断，要是那个握枪的人是我也会开你枪的。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，就是要尽快把凶手找出来，给死者讨回个公道。我一定要抓到他。小丁，不要哭好不好？你看我带什么东西给你？小丁不要哭，小丁是个勇敢的女孩子，姐姐知道小丁很乖，不会再害怕的。什么人来的？是心理医生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姐姐会在这里陪你的，不会让坏人来伤害你的。对了，爸爸呢，很快就要来看小丁了。爸爸不想看到小丁哭哦。妈咪，我要妈咪。妈妈暂时不能来见你，可是妈妈叫姐姐带了东西给你哦。你看，哒哒哒哒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妈妈给小丁的洋娃娃，喜不喜欢呢？还有呢，你看，哇，这是妈妈买给小丁的棒棒糖哦。我这跟他什么不同？人缘不好。你还是新梅的！老大，我不跟受伤人打架的，滚开！我要帮新梅讨回公道。讨什么公道？你老婆不是我杀的。所有害死新梅的人都要死！来，你袭警！你相信我带你去解决。翔哥，老大，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？小丁被你们吓坏了。小丁，我爸在这里。小丁乖，爸爸陪你，爸爸陪你好不好？小丁，你乖。算了，这种人不要想他了。嗨，你们好，我姓温，叫我婉柔可以了。我是迪伦，他是欧阳。我觉得不管你们两帮人之间有什么斗争，都不应该牵扯到小孩子的。嗨，什么一帮两帮啊？你以为我们是黑社会啊？真不好意思，刚好相反的，我们是警察。原来警察跟流氓只不过是一线之差。那个什么温小姐是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我在病房外看到你们对孟先生的态度，
根本不会想到你们是警察。看来最近警察素质好像有点下降了。我们是不是好警察呢？轮不到你来说。是吗？不过请你以后要顾虑到我们这些普通市民的感受。身为警察就要像个警察的样子，不要让我们提心吊胆嘛。你说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以后我们更加注意我们的形象。那谢谢2位警官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再见。等一下，既然大家那么不想见到大家，以后最好不要见面，好吧？拜拜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心理医生而已嘛。他当然了不起了，是你没用啊。什么没有用啊？警察有警察样子啊，警察长什么样子？你当然不是你的样子啊。讲多一次。算了，浪费我时间。什么浪费时间？不给我讲清楚啊！啊？是啊。我像不像警察？是你像警察。那我是不是警察？是。可米色。是。干嘛打我？哎，快！当时快刀手准备和人质同归于尽，就算欧阳警探不开枪，快刀手也不会放过他的。那你是认为欧阳警探当时有开枪的必要？没错，这件事纯粹是意外。当时快刀手已经豁出去了，如果没有及时开枪的话，人质的女儿早就已经被杀死了。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所以开枪是有必要的。欧阳警探，你的记录并不是很好。这里就有几次关于你以前鲁莽行事的投诉。是啊，我的心里呢，只想将犯人绳之以法，所有对我所作所为问心无愧。我也希望以前的陈年往事不会影响你们对我这件事情判断。欧阳警探，不需要你来教我们怎么做。Sorry, sir。不过这次行动，我还是坚持自己没有做错。你有没有错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安警官，请问你对欧阳警探开枪有什么看法？欧阳是必须开枪的。问清楚快刀手的习性，他一出刀就一定会取人性命。既然他的刀子已经架在人质的脖子上，就没有打算放过他。不管欧阳有没有开枪，人质都没有活命的机会。当时我也在现场。如果要追究人质的死，我应该负责任。没等来了，没等，什么情况？内部调查局认为欧阳有暴力倾向。那怎么样？他有2条路：一，接受心理治疗。我没有心理问题，我不需要接受治疗。你去不去啊 ？Madam。我不去，肯定是你在上司面前说我坏话，要不然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啊？欧阳，没的，第2条路呢？停止。你就停。发什么神经啊！是啊，你搞什么你？搞清楚。没的。他说的话你别放心上，他有脾气来的。是啊 ，Madam。对了 ，Madam， 你刚加入我们这一组，我们大家都还没有为你主办一个迎新会，不是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去 pub 庆祝吗？是啊，Madam， 一起吧啊。我约了人，下次吧。我限你在3天之内去看心理医生，要不然把你的配枪和证件留下来。叫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应该看心理医生的人是他，是吗？为什么 Madam 需要看心理医生？说来听听啊。你没有发现到一样东西吗？他进来到现在有没有效果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倒是真的啊，我好像没看过他效果了。他有一种病叫黑脸病，好像全世界人欠他一样啊，整天板着一个脸。Madam 什么？说啊。
那怎么来了？那个心理医生怎么跟 Madam 在一起啊？这种呢就叫做物以类聚，令人讨厌的人啊，永远都混在一起。嗨，2杯红酒。可以。你认识他们？是重案组的同事。那位叫欧阳的，就是你所说的问题警探吧？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啊？在医院碰过一次，真是太巧了。还有更巧的事情将会发生呢。秘书，Madam 那么年轻就可以当上我们的组长，他以前是不是破过了什么大案？有啊，你们还记得中灭门惨案吗？当时大家以为戚永波是凶手，他被定罪之后呢 ，Madam 没有放弃追查，结果真的给他查出幕后凶手另有其人，就替戚永波洗脱了罪名。哇，林叔，原来 Madam 那么厉害的。那好，我以后就要以他作为奋斗的目标。我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。哎，人家是出了名的嫉恶如仇啊！哎，这一点他的性格跟他一样，说不定你们相处久了，你会喜欢上他的。哎，对啊，你快去追求他，以后我们升职加薪就全靠你了。我祝你早日成功。喂，不是吧？一个两个为了自己前途把我推下火坑啊！哎，让我说句公道话，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意思的话，我很同情他哦。嘿 ，Talk to my master，OK？ 哈？听说你是个没胆的人，不然为什么不敢来见我？谁说我没有胆的？还有我为什么要去见你？我将会是你的心理医生。既然你有胆来见我，那我就期待下次的会面喽。好啊，见你就见你，怕你啊？那好，我们到时见面再谈吧。Enjoy your night， 拜。拜拜。拜拜。Enjoy your night。红毛猪。银色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谁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胀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在这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